停下。一刀兄，合同写得很清楚，这家店从法律上讲跟你没有关系，别为难自己了。赵明远，这店的菜是我创的，团队是我带的，连名字都是我起的。所以我说你是优秀的技术顾问吗？合同上也是这么写的，技术顾问，月薪5000。你看，工资我1分没少你。3年，从第1道菜到第100道菜，从3张桌子到30张桌子，全是我一刀一刀切出来的。陈总，事情办妥了，从明天起，一刀鲜100%是咱们的了。形式而已，咱兄弟还用细看？你办事我放心。当初他说咱俩1人出钱1人出手艺，5-5分，我信了。他让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连看都没看。师傅，您睡了吗？明天来家里吃饭吧。连个招呼都不打。3年，一起扛过凌晨4点的备菜，一起被客人投诉时互相兜着，现在连条消息都不敢回。一个做菜的，把自己饿着了。吃。师傅，我被人踢出来了。知道了。我连菜刀都没带出来。这把刀跟了我40年，现在给你。厨子嘛，灶前站着就是王，没有灶了，就去找一个。刀在，手在，就什么都在。师傅，您年轻时也开过店？开过，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别问了，你师父不爱提那些。师傅到底经历过什么？您这手法真是炉火纯青。心要静，手要稳。还是您这手艺地道，活够了，就差这一勺汤。师傅，您手老了，正常。你的事儿想好了吗？想好了，我去摆摊儿。
摆摊儿？先活下去，有口锅就能做菜，有菜就有人来吃，从最小的开始。行，记住一件事儿，不管在哪里做菜，不管给谁做，味道不能将就，灶可以小，菜不能差。我知道。你不知道，等你在夜市站到凌晨2点，累得连刀都抬不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不将就3个字有多难了。兄弟，要不要辆车？带棚的，摆摊正好用，800块。600行不行？700，少1分都不卖，成交。回头我请你吃碗面。小伙子，第一天都这样，明天会好的。谢谢姐。你那面能不能给我来1碗？我今天收摊晚了没吃饭，给钱的。小伙子，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做厨师的。在哪家店？一刀鲜。你是一刀鲜的？那家排队排一条街的？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吃了20年的夜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你听我说，你这摊位位置不行，太靠街口了，人走到这儿还没饿呢。你往里挪挪，挪到我旁边来，我那边人流过了一半才到，正好饿了。能行吗？我跟管理部老赵说一声就行。来来来，我帮你推车。来来来，尝尝旁边这家面，一刀鲜前大厨自己出来摆摊了，手艺一绝。姐，你别什么别，酒香也怕巷子深，你闷着头做，谁知道你？来碗面，随便什么面。老板，你这面定价多少？15。你亏了，这碗面放到商场里卖50不过分。小程，今晚算了吧，这鬼天气没人来。再等等。来碗面，热乎的，要快。好。兄弟，你这手艺开什么夜市啊？这碗面搁任何一家馆子都是镇店的。就是在夜市做的，您觉得好就行，15就行。不用找了，明天我带朋友来，这面得让人知道。我就说嘛，这手艺不可能没人认。就这家，我跟你们说了，不信吧？来了就知道了。
行了行了，这小子要火了，我的炒粉摊要被挡住了。你那些真实探店视频有几个流量？能不能学学别人怎么拍的？人家一条30万播放，你呢？再这样下去，账号我安排别人运营了。什么意思？让我昧着良心说难吃的好吃？来碗面，随便什么面。老板，你这面明天还在吗？每天都在。这个味道，如果连这种真东西都没流量，那流量不要也罢。管他的，好吃就是好吃，我说了算。小程，小程，你看，有人拍你的视频发网上了，10万播放，10万！谁拍的？也没跟我说一声。管谁拍的？你看评论，人都在问地址呢。今晚你可得多备料。就是这个摊子，那个灯，那个围裙。不要挤，都有，排队啊，排队！老板，昨天那个视频是我拍的，没跟你打招呼，不好意思。知道了。你不生气？生什么气？来的人多了，说明面好吃，跟你没关系。好吧，那我换个说法，我想跟你长期合作，我帮你做内容，你给我独家拍摄。不需要。为什么？我的面自己会说话，不需要网红来帮我吆喝。你面是会说话，但巷子深啊，大哥。今天排队的人有一半是看了我视频来的。行吧，那我就以普通食客的身份，偶尔来吃碗面，不拍，行吧？你那碗面真的很好吃，不是因为视频，是真的。赵总，最近大众点评上多了不少差评，说咱们味道没以前好了，还有人在评论里艾特那个夜市摊儿。一个摆地摊的能掀起什么浪？可是那个视频传的挺广的。小周，你帮我查一下他那个摊子在哪夜市哪个位置，顺便看看有没有占道经营。好的，赵总。程一刀啊，程一刀，你出了这个门还不消停？老板，能跟你合个影吗？我发小红书。面凉了不好吃，先吃完再说。小程，今天来了个人，在对面蹲了半天了，一直看着你这边。谁是摊主？我。有人举报你占道经营，影响市容。营业执照呢？摊位许可证呢？这是管理处给的临时证。这个证只是夜市内部的，不是工商的正式许可。按规定，你这属于无证经营。老赵头跟我说这个就够了。我们接到的举报是占道经营加无卫生许可证，按流程需要暂扣经营工具，等你补齐手续后来取。哎，人家好好做生意呢，谁举报的？什么人这么缺德？举报人信息保密，请配合执法。刀，那把刀是我师傅的，能不能？私人物品可以自留。
好端端的谁举报？这条街摆了10几年摊了，从来没人管过，肯定有人故意使坏。拿着，我的备用锅。姐，锅有了，但你今晚摆不了了。明天去管理处找老赵头，把正式手续补齐。补了之后，他们再来也没辙。赵总，搞定了，城管已经过去了。赵明远，是你吧？你就是那个被收了摊的？是，我想问问，怎么补正式的临时经许可？你昨晚的摊位证是我这边发的，本来在夜市内部没问题，但有人把举报打到了区城管那边，那就不是我能管的了。你得去区里办一个正式的临时摊点备案。要多久？最快3天，材料齐的话。小伙子，那个举报不是普通人打的，我干了10年管理处，从来没见过城管出动这么快。晚上9点接举报，9点半就到，你自己心里有数。我知道，知道就好。材料你准备好，手续我帮你盯着催。还要多久？食品经营许可证有吗？没有，我之前在别人店里做厨师，没自己办过。那要先办健康证，再办食品经营许可，最后才能办摊位备案，加起来最快5个工作日。办，都办。办下来了，3证齐全，谁再来找茬，拿这个怼他脸上。好小子！老板，你被收摊，我们都看到了，支持你。就是好好做生意有什么错？老板，回来了。一直都在。我就说嘛，这种手艺谁也拦不住。赵明远，你的招没用了，从今天起我合法了，你再也赶不走我。小程，今天排队的人比上次还多，你被收场这事儿反而帮你打广告了。那我还得谢谢他。少哥，你看这个，网上都在说那个摆摊的程一刀比咱们好吃，评论区全是一刀鲜不行了，没有程一刀鲜就是个壳子。一个摆地摊的能跟正规餐厅比？网上那帮人懂什么美食，吃个新鲜劲儿罢了。过2天没人拍视频了，他就凉了。可是赵总好像挺在意的，今天早上开会脸色不太好。走，今晚收了工，带几个人去那个夜市，我亲自看看，到底什么档次，值不值我紧张？去吃他的？哼，去看看一个下岗厨子在路边摆地摊能做出什么花来。少哥，排队的人还挺多啊。排队多说明什么？说明炒作到位，不代表真好吃。坐。这几个人看着不像来吃饭的。同行，而且是一刀鲜的。老板，来4碗你最好的面，让我这个做了20年菜的人见识见识，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不是一刀鲜的厨师长吗？就这也配排队排半条街？我们一刀鲜，随便一个学徒闭着眼做的都比这强。走。你怎么不说他？当着这么多人面侮辱你。他要真觉得不好吃，第一口就会吐出来。他没吐，说明他心里清楚。好家伙，嘴上说不行，身体倒是挺诚实。就这也配排队排半条街？注意看他留下的碗，面吃了大半碗，嘴上说不好吃，身体很诚实嘛。说不好吃的人碗里面可不是这么说的哦。这热度比我花钱投的任何一条都高，果然真实的东西才有人看。
赵总，公关部问要不要发个声明？声明什么？越声明越热，让刘大勺管好自己的嘴，以后没有我的同意，一刀鲜的人不许再去那个摊子。好的。还有一件事儿，程一刀那边最近在看铺面，好像要开店了。开店？开在哪儿？还不确定，再打听。一刀兄，别蹭一刀鲜的热度了，大家各做各的，相安无事。怕比就别开店。谁发的？一个怕输的人。赵明远，你踢我出来的时候说跟你没关系，现在我跟你相安无事，你又受不了，你到底怕什么？就这，也太破了。租金多少？2500一个月，押1付3。你够吗？够。电够用，不用加线。地砖不滑，水压够大，排烟管道粗，电路不用加线，2分钟够了，能出好菜。姐，你认识装修的人吗？便宜点的。我表弟干这个的，给你友情价。菜单我帮你设计，你不是不让我拍视频吗？那我帮你搞别的。30平米，6张桌子，不大，但是我自己的。明天开业，紧张吗？不紧张。骗人。有一点。有什么可紧张的？你的面夜市上排队排半条街，还怕没人来？夜市和开店不一样，夜市是路过的人顺便吃，开店得让人专门来吃，这是2回事儿。那你打算怎么让人专门来？做到让他吃了一次就忘不掉，就这一条。小程，你这招牌也太素了吧，好歹弄个灯箱啊！灯箱要2000块，先这样，等挣了钱再换。那你好歹把字写大点儿。小程，你转头看看对面。怎么就在对面呢？你之前没注意到，要不换个地方？押金都交了，合同签了，再说换什么换？又不是怕他。一刀鲜，我起的名字，我写的菜单，我创的菜。现在他在对面看着我，就像在提醒我被拿走了什么。别想那么多了，来帮我把厨房再收拾一遍，明天开业。赵总，那个程一刀在咱们对面开店了。对面？就正对面，招牌都挂了，叫程记，30平的小铺子。让他开30平的苍蝇馆子，6张桌子，能翻出什么花来？正好让客人自己比一比正规餐厅和路边小店的差距。可是万一客人被吸走，吃一次新鲜，还能天天去苍蝇馆子？装修环境、服务这些他拿什么跟我比？不过他什么时候开业，留意一下。小程，你看，他们知道你今天开业？知道。要不我现在发条视频？不用。老板，你这什么味道？也太香了吧！骨汤煮了快12个小时了，要尝尝吗？
老婆，晚上别做饭了，我找到个地方，你带孩子过来。老板，昨天那个骨汤面来3碗。我跟我老婆说了一晚上，她非要来尝尝。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吃？你吃了就知道了。好嘞。老板，你这面办卡吗？我想天天来。不办卡，您想来就来。老板，我昨天在对面吃的5折，味道一般，但闻到你这边的味道，今天特意来的。就是，对面那个5折一结束，我就不会再去了。没有折扣的话，不值那个价。小程，对面5折结束了，人往你这儿跑了。你昨天那个骨汤的招太绝了，不花1分钱打广告，就用味道把人勾过来。邵总，有几桌昨天来吃5折的今天没来，我看到他们进了对面。5折本来就是让利活动，不可能天天搞，个别客人图新鲜去尝尝，正常。坐。小暖啊，你最近那些探店视频流量不错嘛？尤其那个夜市摊儿，拍了好几条了吧？加起来快200万播放了。因为真的好吃，观众能感觉到真实。不错不错，有热度说明你有能力嘛。所以我手里现在有个单子，城南新开的日料店，给5000块拍一条探店，你去？我先去看看吧，好吃的话我拍。不用看，去了直接说好吃就行。人家给了钱了，脚本我都帮你写好了，环境精致，食材新鲜，推荐指数5颗星，你照着念就行。如果不好吃呢？你管它好不好吃，人家给钱了。你以为你那点粉丝怎么来的？是公司花钱投流投出来的，该回报了，懂吗？我的粉丝是因为相信我真实推荐才关注的。我要是接假单子，他们能看出来。取关是小事儿，信任没了，就再也回不来了。苏小暖，你给我摆什么谱？不接这个单子，你这个月的流量扶持全部砍掉，首页推荐也别想了。你自己掂量掂量，没有公司的流量，你那点粉丝能活几天？那就砍吧。苏小暖，你看清楚你的合同，你那个账号的运营权在公司手里，别给脸不要脸。不接假单，底线。正宗手工良品。算了，今天不工作，今天就当个普通人吃碗面去。
吃。我可能要被公司雪藏了。怎么了？ MCN 让我接假广告，给一家难吃的日料店拍好评，我没答应。老板说砍我流量，可能还会冻结我的账号。先吃面，面凉了不好吃。我做菜这些年就明白一件事儿，假的东西干不长。你要是今天说了假话，说难吃的好吃，明天就得说更多假话来圆，后天还得圆，到最后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那时候你拍的东西你自己都不信，不信的东西观众也不信。你拍你的真东西，我做我的真味道，咱俩一路的，真的，假的干不长，但真的能撑住。程一刀，你知道吗？你是我见过最不会安慰人的人。我又不是来安慰你的，我是来给你做面的。还有吗？再来一碗。你还没吃饱？心情不好可以多吃一碗，你管得着吗？点菜喊一声就行。一刀鲜鱼，干锅肥肠，酸辣土豆丝，爆炒腰花，蒜蓉西兰花，5个。这些菜是我创的，我做出来的跟任何人做出来的不一样。同一道菜，我做了3年，竟然还能被拉开这么大的差距。这5道菜是同样的菜谱，你做的和我们做的不是一个东西。菜谱是死的，手艺是活的。你照着菜谱做，做出来的是菜谱的味道；我做出来的
是我的味道，这两样东西不一样。确实比我强。同行的认可，比任何客人的夸奖都重。赵总，昨天我去对面吃了。然后呢？赵总，我跟你说实话，他的水平确实比我高，不是高一点，是差很远。同样一道菜，他做出来的味道跟我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呢？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找他谈谈？毕竟当初的菜都是他创的，他要是肯回来，一刀鲜的问题就……大勺，你是在跟我说你做不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我理解你，你尽力了，这几个月你也不容易。但你想想，一刀鲜需要的是什么？是一个能撑住场面的厨师长，不是一个来告诉我别人比我强的人。这样吧，你先休息一段时间，工资照发到月底。等我找到合适的人选，再看怎么安排，好吧？赵总，当初程一刀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干了一辈子厨子，被一个比我年轻10岁的人撵了，也不冤。各位，这是孙师傅，从今天起，他负责后厨所有出品，省城国际酒店的前行政总厨，2次省级烹饪金奖获得者，大家好好跟他学。食材准备好了吗？我先试试这里的灶和火。赵总，孙师傅月薪3万，加上安家费什么的，这个月人力成本多了快5万。成本的事儿不用你操心。对面那个30平的苍蝇饭馆挖走了我多少客人，你算过吗？那个上个月对比去年同期，翻台率下降了12%。所以，现在我请了省级大厨来坐镇，你觉得客人会选6张桌子的苍蝇馆子，还是有省级名厨坐镇的正规餐厅？明天起菜单全面更新，宣传文案就写省级名厨坐镇，品质全面升级。程一刀，你的手艺确实强，但手艺这东西是可以买到的。程一刀，你快看这个！重磅升级，省城5星级酒店行政总厨加盟一刀鲜，全新菜单，全新体验。省级名厨，这次他是认真的，不是刘大勺那种水平了。这个人是真有2把刷子的，你的客人可能会被吸回去。名厨归名厨，但客人吃的不是名头，是味道。他请的人再厉害，做不出我的味道，因为我的味道不是菜谱，是我这个人。你确定？不确定，但怕也没用。做好自己的菜，让客人自己选，就这样。这个人真的什么都不怕吗？还是说他就是那种不管输赢都只做好自己那碗面的人？明天那批排骨得早点去挑，6点的菜市场，肉最新鲜。
程一刀，你看这个，市级比赛，评委是省烹饪协会的，金奖有奖金不说，最重要的是获奖了，你的品牌就有官方背书，以后开连锁、招投资都是加分项。我不需要奖。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你想想，对面那个赵明远请了省级大出来，人家有名厨的头衔压着你，你在客人眼里就是野路子，你需要一个东西证明自己不是野路子。而且我查了，一刀鲜也报名了，拍的就是那个孙师傅。他也参加，所以这不光是比赛，这是你跟一刀鲜的正面对决，全市看着，赢了，所有人都知道程一刀才是真正的一刀鲜。报名费多少？300，我替你交了。谁让你？你报销给我就行。赵总，孙师傅报名通过了，另外程一刀也报名了，同一个组。好，正好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专业。一个路边摊出来的，跟省级酒店行政总厨比，这不是找丢人吗？可是赵总，网上那些话题，客人对程一刀的评价确实挺高的。网红效应，真到了正式比赛的台面上，评委打分靠的是专业标准，不是网上那些好吃好吃。放心。程一刀，你是认真的，我倒要看看，离了正规厨房和专业团队，你一个人能做出什么名堂？你看什么？您的刀法比你慢，比我稳。你以前不会说这种话，以前觉得快就是本事，现在知道稳也是本事。比赛，我年轻的时候也参加过一次。什么比赛？80几年的事儿了，省里的烹饪大赛。我那时候跟你现在差不多大，那家店是我自己开的，我那个合伙人出钱的，后来也是他把我踢出去的。师傅，您说的合伙人？不提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儿。比赛这个告诉你，技术只是一部分，评委看的不只是你做的好不好吃，他们看的是你这个人有没有自己的东西。你有，你从进我这个门的第一天就有，所以去好好比，别想别的，就做你自己的菜。我当年那场比赛没比成，原因以后再说，你先把自己这场比赢。师傅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跟我的遭遇是不是一样？初赛主题：一道家常菜，食材自选，时间40分钟，评委盲评打分。他这是在干嘛？别人都快做完了，他怎么还在准备？火候到位，调味精准，专业水平。看到了吧？这才叫专业，3万块月薪不白花。到底是路边摊出来的，比赛场上还是这种家常菜，格局小了。
这道菜有人情味儿。3号选手晋级决赛。初赛恭喜你，晚上有空吗？请你吃个饭，叙叙旧。一刀兄，快请坐。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程一刀，我的老朋友。当年一刀鲜的菜都是他创的，现在自己做了，很厉害。这道是我们的招牌，一刀鲜鱼，我们店的原创，知识产权在公司，全国独一份儿。这道也是我们的王牌，配方研发了3个月。来，我们独创的酸锅底料，全程独一份儿。都尝尝，都是好菜。一刀兄，怎么不吃？这些菜你比谁都熟悉，毕竟当初都是你手把手教我们厨房做的嘛。赵总，这些菜是我创的。你请我来吃我自己的菜，你是想告诉我什么？一刀兄，你误会了，我就是想叙叙旧，顺便大家如果将来有合作的机会呢？菜我就不吃了，下次你想叙旧，来对面，我请你吃我的新菜，比这些强。赵总，他说这些菜都是他创的，现在他不在你这儿了，这些菜的知识产权会不会有问题？他要是将来主张权利，各位放心，程一刀这个人嘛，手艺确实不错，但他就是个纯粹的厨子，不懂商业，不懂法律。当初签合同的时候，所有菜品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都写得清清楚楚归公司所有，白纸黑字，他亲手签的。他当时连合同看都没看就签了，一个只会做菜的人，你让他看得懂合同？赵明远，你用我创的菜在我面前请客，还跟人说这是你的知识产权，你是想告诉我，你抢走的东西永远是你的？行，那我就让你看看，没有知识产权的厨子能做出什么新东西来。陈总，您来了。你约我来是说那个事儿？是，程一刀，就是以前我们一刀鲜的厨师，出去单干了，现在搞得有声有色，初赛还拿了最高分。一个苍蝇馆子而已，能影响到你？陈总，我上个月翻台率掉了12%，再这样下去，您投在一刀鲜的钱收益可就不好看了。你想让我做什么？不用您出面，我只是想借用一下您在这个片区的一些资源，比如他那个铺子的房东好像是您旗下物业管的。年轻人嘛，有冲劲儿是好事，但冲劲太大容易摔跟头。李姐，城西那条街城记小馆那个铺面租约什么时候到期？下个月底。别等到期了，你下周就去找他谈续租，租金往上调，调多少你看着办，狠一点，别让他舒服。3个月后他的租约到期。不过明远啊，这种小事以后自己处理，别总来找我。谢谢陈总指点。做生意嘛，靠实力吃饭。你把菜做好，客人自然回来。对付一个小馆子，犯不着花太大力气。3个月，3个月后让他租不起。程一刀，你知道你这个铺面的房东是谁吗？不知道，怎么了？我刚查了一下，这栋楼的产权属于一个叫新达物业的公司。新达物业是陈氏餐饮集团下面的。那又怎样？陈氏餐饮就是一刀鲜背后的投资方。你确定？
我确定。他们买了一道线，现在连我租的房子都是他们的。先不管这个，帮我试试这道菜的味道，决赛用的。哪个是老板？程一刀是吧？出来说话。忙着呢，有事等一下。我是这栋楼的物业管理，姓李，你的租约下月底到期了，今天来跟你谈续租。理解是吧？坐，我给你倒杯水。不喝水，我就说几句话。续租的事儿，新租金7500一个月。7500，我现在才2500，这条街的行情也就3、4千。你看看你这生意，排着队的，赚的钱还付不起7500，别跟我哭穷。李姐，涨价可以谈，但3倍。另外，新合同里加了几条。第一，后厨油烟排放要加装过滤设备，费用你自理。第二，营业时间不得超过晚上10点。你楼上住户投诉噪音了。楼上住户投诉？这是商业楼层。投诉就是投诉，你要是觉得条件不合适，到期不续就行了。这个位置想租的人多的是。一碗面卖几十块，赚这么多钱还嫌房租贵。这女人什么态度？分明就是来找茬的。7500，油烟设备，限制营业时间。他不是来收租的，他是来赶我走的。这么小，怎么开店啊？6000，押3付3。这间已经被预定了，昨天刚签的。成哥，你看铺面啊，这片最近铺面紧张，好几个都被人预租了。预租了？谁租的？不知道，都是一家物业公司统一租走的，说是要做连锁什么的。涨我的租还把周围的铺面全租走，这不是涨租，这是赶我走。7500，周围的铺子也都被租走了，他就是要把我逼走。这也太缺德了，他有钱就能欺负人。如果不续租，你有其他选择吗？没有，这片区我能负担得起的铺面都被人抢了。等一下，你一定要搬吗？7500我付不起。如果你不需要那么多桌子呢？你现在6张桌子，每天翻2、3轮。如果你不做散客了，只做预约，每天只接3桌，预约制，提前1周订。你想想预约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稀缺。这家店你约不到本身就是最好的广告，越约不到越多人想来。而且3桌的话，你不需要帮厨，食材成本也控制住了，翻台压力没有了，你可以把每道菜做到极致。3桌每桌4个人，客单价做高一点，人均100的话，一天营收1200，一个月36000，减校房租7500，食材水电还是紧，但能活。可是只有3桌，万一有人想来吃不上呢？那就是对的，吃不上的人会更想来，而且你的口碑会从好吃变成好吃且稀缺。网上会有人说成绩的位置要提前1周才能约到，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赵明远的涨价反而帮了你。你这脑子应该来当我的合伙人。谁要当你合伙人？我就是吃你的面吃多了，怕你倒闭，我没地方吃。赵明远，你把我的空间压小了，但我不需要大，我只需要把每一碗菜做到你永远做不到的程度。你用钱碾压，我用味道碾压，看谁撑得久。练完了？最后一道还不满意，总觉得差点什么。什么菜？还没想好，前2道够了，最后一道我想做点不一样的。你决赛想赢吗？想。那你最想让谁看到你赢？师傅。你要做什么？最后一道我做一碗面。面？决赛做面，其他人都会做大菜。
做菜做到最后，最难的不是复杂的大菜，是最简单的东西。汤是你熬的，料是你选的，没有任何东西能藏拙，好就是好，差就是差。尝尝。这碗面你是给谁做的？程一刀。这碗面有名字吗？没有，菜单上也不会有。这碗面没名字，只有你吃过。各位来宾、各位评委、各位观众，欢迎到2024年全市餐饮技能大赛中式烹饪组决赛现场。经过初赛和复赛的激烈角逐，从32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的4位最高选手，今天将在这里一决高下。评委盲评打分，各位选手准备好了吗？他做面，决赛做面。刀工精湛，火候完美，标准的宴席大菜，92分。92，稳了。决赛做阳春面，你说他是不是真觉得一碗面能赢一道松鼠桂鱼？这是阳春面。这碗面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妈做的面。95、94、93。本届全市餐饮技能大赛中式烹饪组金奖得者2号选手。师傅，这碗面是你教我的。老头子，哭什么？没哭，就是这孩子比我出息。你赢了，你知道吗？我那条直播实时在线人数疯额3万人，弹幕全是阳春面封神。你那碗面，我从来没见过评委那个表情。你现在是冠军了，笑一个，我发朋友圈。行了行了，就是一碗面。什么就是一碗面？你做的那碗面让3个评委差点哭了好吗？恭喜，你的那碗面确实赢了。孙师傅，你的松鼠桂鱼也很厉害。技术上我不输你，但你的菜里有一样东西我做不出来。你叫它人情味也好，叫自己的东西也好，那是练不出来的。小伙子，以后有机会切磋。陈总，那个涨租的事儿能不能提前？不等到期了。你慌了？行，我让老李下周去找他谈。程一刀，你赢了一场比赛，但比赛归比赛，生意场上的事儿不是一碗面能解决的。你这位置也太偏了吧，靠着厕所。没事，闻到味道就过来了。他们怎么来了？还免费？
要不你也降价，或者也搞免费试吃？不降。哇，妈妈，你看那个叔叔在变魔术。老板，来一碗。大家都来尝尝啊，新鲜的卤味儿。还是得吃口热乎的。赵总，那个程一刀，我们免费都抢不过他收费的。他在现场春面，把人全吸过来了。小程啊，今天那手抻面绝了，比魔术还好看。做菜本来就好看，不需要免费，好看加好吃就够了。老板，明天还来吗？你那个店在哪儿？我想预约。来，赵明远，你用钱砸，我用手艺砸，看谁砸得过谁。小暖，最近忙什么呢？你那个美食号做得不错嘛，我看了几条。还行。那个成绩的你拍了好几条了吧？那个厨师好像还拿了什么金奖。世纪金奖。小暖，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的那个厨师程一刀，你知道他在跟谁作对吗？赵明远，一刀鲜的老板。赵明远背后是谁？你知道吗？陈总，陈氏餐饮，我最大的合伙人之一。小暖，你在公开场合帮程一刀造势，等于在跟陈总的投资项目作对，你让我很难做。哥，我就是拍探店视频，拍好吃的，这也犯法了？没犯法，但你想想，你是我表妹，你在网上天天帮一个跟我合作伙伴对着干的人说好话，人家问起来我怎么解释？那你想让我怎么做？我不让你做什么，我就提醒你，有些事情不值得把自己搭进去。一个路边摊的厨子，他能给你什么？行吧，你自己考虑。但小暖，血浓于水，有些人能帮你一时，帮不了你一世。谢谢你请客，牛排我不吃了，不合胃口。陈总，我跟我表妹谈了，她暂时没松口，您放心，我再想想办法。小暖，你 MCA 那边的事儿我听说了，50万违约金不是小数目，我能帮你跟他们谈，但你得配合一下。配合什么？把你发的程一刀相关的视频删了，以后不再给他做内容，就这一条，我保证让你的违约金降到0。哥，你让我想想。行，我给你3天时间，3天之后，他们就要走法律程序了。怎么站着？进来坐。程一刀，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再帮你拍视频了，你会怎么想？怎么了？ MCN 那边可能要告我50万违约金。我哥说只要我删了你的视频就没事儿。进来吃面。你没听我说什么吗？我听到了。删不删，你自己决定。我不会因为这个怪你，但我想让你知道一件事，不管你删不删，我的面不会变，我的店不会关。你拍不拍我，我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所以，不要因为我影响你的决定。你为自己想。你这个人真的什么时候都是一碗面解决所有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2碗。想好了吗？这是我见过最真实的探店博主，推荐的每家我都去了，没有一家踩雷。不删，你随便。
钱总，合同的事儿我接受走法律程序，但视频我不删。另外，从今天起，我不会再用公司账号发任何内容，账号运营权你要收就收，我的粉丝跟着我，不是跟着账号。法务部嘛，苏小暖那个启动违约金索赔程序，对，50万，让他知道跟公司对着干什么下场。小丫头片子，不知道天高地厚，没有公司你算什么？程一刀，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说。我决定不删视频了，但 MCN 可能会冻结我的账号。所以我要重新注册一个新号，从零开始。新号的第一条内容，我想拍你，从你被踢出一刀仙，到夜市摆摊，到开店，到拿金奖，整个故事，一条长视频，作为新号的起点。你确定要重新开始？50万的违约金？违约金的事儿，我去打官司。合同本身就有问题，我的原创内容凭什么版权归他们？总有律师会接这个案子的。那你拍吧，从今天开始，厨房随便进，想拍什么拍什么。先吃，策划的事儿不急。陈哥，今天的货怎么没到？程老板，不好意思啊，我那边出了点状况，这批货我供不了了。什么状况？昨天还好好的。就是有人跟我打了招呼，我也没办法。程老板，你别为难我，换一家供应商吧。程老板，不巧我这2天确实缺货。哎呀，程老板，最近厂里调价，暂时不对外发货了。小程，我刚听说了，你的供应商都被打了招呼。没事儿，我自己去买了。这明显是那个姓赵的。姐，先不说这个，你今天有空吗？下午能来帮我切菜吗？我一个人来不及。来，我这就来。断我的供应商。行，那我就自己买，贵一点就贵一点，至少我知道我买的每一样东西是什么品质。他断我的供应商，想让我没菜做，但他不知道，亲手挑的食材比供应商送的更好。我自己选的东西，我心里有数。小程在这儿呢。大半夜的，你叫我来搬货，我明天还得出摊儿。少废话，你一个大男人搬几筐菜还叫唤，小程一个人天天来，你不心疼吗？姐夫，不好意思啊，今天量大，一个人真搬不了。程一刀，车来了，菜往这儿搬。你怎么来了？我昨天看你一个人搬到早上8点才开始备菜，你不要命了？死老头子，才搬几筐就歇啊！小心点。来吃，4点起的没吃早饭吧？排骨2筐，蔬菜3筐，面粉1袋。这就是烟火气吧？不是餐厅里的摆盘和灯光，是凌晨4点，一群人帮你搬菜的热乎劲儿。走吧，回去备菜。今天3桌客人，不能让人家等。程一刀，你过来看看。
假的。我知道是假的，但客人不知道啊。新客人看到4.2分，谁还敢来？这些差评不像普通水军，像是有人专门研究过你的店在写的。赵明远，明天你来，带你的设备，我让你从早拍到晚。你之前不是不让拍吗？他说我食材不新鲜，那我就让所有人看看，从凌晨4点选菜到中午端上桌，中间每一步是什么样的。好，明天凌晨4点我来接你。你说我脏，那我就把我的干净摆出来给所有人看。假话怕什么？怕真话。好的五花肉，肥瘦层次分明，按下去弹回来，颜色是粉红，不是暗红。这种不行，太暗了。鱼鳃鲜红说明刚到，发灰的不要。你们在市场买鱼也一样，记住看鳃。排骨焯水要冷水下锅，热水会把血沫封在肉里。葱切段和切末的用途不一样，段煮汤，末调味。下周再来。你说它食材不新鲜，来，我给你看，从凌晨4点到中午12点。哇！这才是真正的探店。那些差评的水军，看看人家凌晨4点去买菜，你说人家不新鲜？我就是被差评劝退的人。看完这个视频，我反而想去了，今天就预约。程记老板这双手，比很多5星级酒店的厨师都讲究。1星差评的，真该看看这个。今天的排骨特别好，你来吃。87万播放，不错。师傅，上次你说你以前也开过店，也被合伙人坑了。师傅，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吗？30年前，我开了一家馆子，在老城区，生意很好。我那个合伙人姓方，他出钱，我出手艺，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开了2年，生意越来越好，他觉得我太重要了，不能让我拿捏他，于是他找了个律师，在合同上做了手脚。有一天我去店里，门锁换了，跟你一样，我被赶出了自己的厨房，连那张合同我都没来得及看第2遍。后来呢？后来我去告，请不起好律师，打了1年官司，输了，店归了他，我的菜谱归了他，连我那把用了10年的刀也留在那个店里，那把是后来买的，不是那把了。我当年没你的胆子，输了官司之后我就回家给你师娘做饭，一做就是30年，所以我说你比我出息。你被踢出来，你重新站起来了，你没算了。师傅，我不会算了，我跟他还没完。我知道，所以你去好好干，替我们这些算了的老家伙把厂子找回来。行了行了，别鞠躬，回去好好做你的菜，把店撑住，其他的以后再说。师傅当年输了，我不能输，不只为我自己，也为他。别怕，他发律师函是想吓你。但你看，你之前收集的这些材料，
他的合同本身就有问题，强制要求原创内容版权归公司，这在著作权法里站不住脚。而且他克扣你的流量扶持款，这是他先违约在前。那我现在该怎么做？第一，不要慌，不要删任何东西。第二，你那些证据保存好，后面打官司用得上。第三，如果他真的起诉，我们反诉。小暖，律师函你收到了吧？最后问你一次，要不要我帮你处理？不用了，哥，我自己有律师了。你请了律师？想清楚了，谢谢哥的关心。行，那我们开始准备应诉材料。放心，这种合同纠纷他赢不了。程老板，上次跟你说的续租的事儿，公司催了，让我今天必须要你的答复。7500签还是不签？我上次说了5000。公司定的价我改不了，不是我为难你，下个月1号之前签不了，我就按到期处理了，到时候你得搬。你看看你这生意这么好，7500还嫌贵。下个月1号还有多久？10天，掂量清楚。程老板，我劝你别犟，这条街想租的人多了去了。MCN 正式发律师函了，50万，给了7天期限。最坏是什么情况？最坏就是你搬店，我赔钱。最坏就是回夜市，面还是那碗面。你什么时候都是这句话？因为是真的。是程一刀程老板吗？我姓陈，听说你这家小店最近遇到了点困难，有没有兴趣见个面聊聊？谁？陈总？哪个陈总？程老板不认识我正常，但你一定认识赵明远，我是他背后的投资人，别紧张，我不是来为难你的，我这个人欣赏有本事的人，你拿了金奖，我看了直播，做的确实好，所以想跟你见一面，聊聊。聊什么？聊聊你的未来。明天下午3点，城中那家鼎福茶楼，我请客，来不来你自己定。谁？赵明远背后的人说想见我。陈总，他找你干什么？拉拢还是威胁？不知道，但我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人在背后搞我这么久。我跟你去。不用，我自己去。程老板，久仰，坐。陈总，您找我有什么事？直接，我喜欢。那我也直说，你这家店租约马上到期，房东要涨3倍，你付不起，对吧？你的食材供应商被人打了招呼，你的点评被人刷了差评，这些你也知道是谁干的。程老板，我跟你说实话，这些事儿是赵明远干的，我只是没拦。所以您今天来是来拦的？我今天来是给你一个选择，加入我的餐饮集团，我给你一家500平的店面，全套后厨设备，食材供应链，你只管做菜，品牌归你，菜品归你，我出钱出资源。条件呢？利润55分，经营决策我来。经营决策你来，意思是菜品定价、菜单设计、开几家店都你说了算。我做了30年餐饮，这些交给我，你放心。陈总，3年前赵明远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你只管做菜，其他交给我。谢谢您的好意，但我的菜我自己做主。年轻人嘛，不撞南墙不回头。明远，你的那个程一刀我给过机会了，他不识抬举，剩下的你自己办，别再来找我了。谁啊？
你们怎么来了？别问了，先看看这个。你们这是？这是我们凑的，能帮多少是多少，不够的话，大家再想办法。你先别着急。小程，你是从咱们夜市走出来的，你是咱们这条街的招牌，你要是倒了，那我们脸上也没光。不是帮你，是帮我们自己。你撑住了，咱们这条街才有烟火气。你在这儿，我们心里踏实。我还，一定还。谁让你还了？等你发了财，请我们吃饭就行。小程，你就放心干，有人欺负你，我们一条街的人给你撑腰。就是那个姓赵的算什么东西？靠坑人起家的。他有钱怎么了？他做的菜能有你好吃吗？做不出来，拿钱砸人算什么本事？对，咱们夜市的人虽然没几个钱，但咱们认的是真本事。小程，你的手艺全城第一，谁也抢不走。这家店不只是我的了，是他们所有人的，我不能倒。7500就7500，挣回来就是了。张律师，我是苏小暖。之前跟您咨询的那个 MCN 合同的事儿，我决定正式委托您了。好，你那份合同我看了，有3处是可以打的。第一，分成比例违反行业规范；第二，原创内容版权归属条款不符合著作权法；第三，他们单方面冻结账号，属于违约在先。你放心，这个案子我接了。即日起，我的所有内容都在这个新号更新。来了，9号那边发生什么了？支持小暖，你是唯一一个我信的博主。钱总，苏小暖那个信号已经18万粉了，他9号的粉丝每天都在跑，而且评论区全在问小暖姐为什么不更新了，是不是公司压她了？一个拍吃的小丫头，粉丝还挺忠心。还有一件事儿，她好像请了律师，我们法务收到了对方律师的函件，说要反诉我们。他反诉我？凭什么？对方律师说我们的合同有几条可能站不住脚，版权归属那条，分成比例那条。让法务去应对。我不信一家正规 MCN 公司还告不赢一个小姑娘。50万违约金白纸黑字，他签了就得认。这才是真正做内容的博主，被压迫了还站着，比那些跪着赚钱的强10000倍。喂，赵总吗？我是老钱。你之前说的那个事儿，帮你压那个程一刀的那个博主，现在出了点状况，他请了律师。你那边能不能帮忙跟法院打个招呼？老钱，你自己的官司自己处理，别往我身上扯。姓赵的，用完就扔。行，我记住了。程老板，我跟你说个事儿，算是提个醒。我在市食品安全检测中心工作，上周一刀先送来一批样品做常规检测。然后呢，数据有点奇怪，我没法跟你细说职业规定，但我建议你留意一下他们的食材来源，特别是肉类。什么意思？我只能说这么多，你自己判断。程老板，你的食材我吃了半年了，是真好，别被那种人拖下去。食材有问题？什么问题？他没明说，但看他的表情不是小问题。你觉得是什么？一刀鲜一直主打鲜字，但自从我走了之后，他们的出品品质一直在下降，这个所有人都看到了。如果连食材都开始动手脚，以次充好？有可能。省成本最快的办法就是在食材上做文章，冻肉解冻当鲜肉，过期食材改标签，这种事儿餐饮行业不是没有过。
我先查查一刀鲜最近的供应商信息，如果真有问题，这不光是商业竞争了，这是食品安全。如果真有问题，该举报就举报，不是为了整他，是为了那些去吃饭的客人。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赵明远，你压我的价，断我的供，刷我的差评，这些我都扛过来了。但如果你连客人吃的东西都敢造假，那就不是你跟我的事了。程一刀，省级厨艺大赛的邀请函，你凭市级金奖直接入围了。你看这条规则，品牌创始人亲自下场。赵明远报名了的话，他得自己做菜。他根本不会做菜，他连锅都没端过。什么叫创始人亲自参赛？我是做管理的，我不做菜。赵总，上面写的很清楚，不能让厨师代表参赛，必须法人代表本人，要不然就弃权不参加。弃权？一刀鲜弃权？那不是让所有人看笑话吗？一刀鲜的老板连自己的菜都不会做。他参赛拿的是真本事，我参赛拿什么？小周，给我找个私人厨师教我做菜，速成的那种。赵总，还有2个月，2个月能学到什么程度？我不需要做到最好，我只需要不丢人。赵总，停一下。怎么了？赵总，我教了您1周了，我必须跟您说实话。以您现在的基础，2个月时间上台不丢人，我能帮您做到。但要在省级比赛的评委面前拿出能看的东西，我做不到。你的意思是？我建议您考虑弃权。比赛这个事儿不是短时间能速成的，天赋和积累2样您都。你是在告诉我我不行？行，我知道了。这1周辛苦你了，费用我让助理转给你，你可以走了。赵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建议。我听懂了，你觉得我不行，谢谢你的建议，但我不需要一个告诉我不行的人。你走吧。程一刀，你都走了，为什么还要回来？行，我能搞你1次，就能搞你第2次、第3次，你等着。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那个私教小周评委客人，还有程一刀，他们都觉得我不行，我偏不信。我赵明远靠自己做了5年餐饮，没有人能告诉我不行。程老板，我姓林，之前通过苏小暖联系过你，关于投资的事儿。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做餐饮赛道的。我看了你市级金奖的比赛，也研究了你这家店的模式，预约制、口碑传播、零广告投入，做得很聪明。但有一个问题，你现在一个人做，天花板太低了。您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做品牌，真正的品牌，不是一家小馆子，你需要资金、供应链、运营团队，这些我可以提供。我们的条件很简单，我们出资金和运营资源，品牌归你，菜品研发权归你，利润分成和具体条款白纸黑字写清楚。合同我带回去看3天。当然可以。这条，品牌所有权归乙方你所有，甲方不可以任何方式转让或授权第3方使用。这条好。这条呢？
菜品研发权及配方归乙方独有。行，你觉得怎么样？比你上次那个技术顾问的合同强100倍，但我建议还是请个律师再看一遍，花几千块请律师比事后打官司便宜。明天找律师。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拿走属于我的东西。整体没有大问题，对你比较有利，但有2个地方我建议修改。这条退出机制，如果投资方想撤资，目前写的是双方协商，太模糊了，建议改成明确的期限和补偿标准。不然将来他们想走，你可能被动。这条竞业限制目前写的是合作期间乙方不得为其他餐饮品牌提供技术服务，可以接受，但要加一句：合作结束后竞业限制自动解除。不然万一你们散了，你还被限制，那就是下一个陷阱。改完之后能签吗？改完没问题，这是一份正经的投资协议，他们出钱出资源，你保留品牌和菜品核心，利润分成合理，比你之前那份技术顾问的强了不止1个档次。这次你看明白了？这次每个字我都看了。程老板，看得出来你请了好律师，吃过亏了。合作愉快。接下来新品牌的名字你想好了吗？想好了，叫锅气。锅气，有意思。为什么叫这个？做菜最重要的东西，不是食材，不是刀工，是那口锅里冒出来的气，有它的就是好菜。锅气，好名字。比你那个手写木板强多了啊！我给星号发一条，锅气品牌正式亮相。你是故意选在这条街的？不是故意，是因为这条街人流量最好，租金在预算内。好吧，也有一点故意。你要跟他正面打？不是打，是让所有人在同一条街上，自己选，味道自己说了算。程老板，这就是你的新店，什么时候开？我们提前预约行不行？还没装修完呢，怎么找到这儿的？你那个女朋友，不是那个博主发了个视频，说你新店在这条街，我们走过来的。味道不变，人就不散。还没开业呢，不过今天我可以在新灶台上试一下火，要不你们当我的第一批试菜员？新店第一把火，老客人，这就对了。赵总，程一刀开新品牌了，叫锅气，就在咱们这条街上，300米，200平。200平，他哪儿来的钱？听说拿到了投资，正规机构。200平，正规投资，品牌化，他不只是要开个饭馆了，他要做连锁。赵总，他来了，那就来吧。这条街我站了5年，不是他一块新招牌能撼动的。不错，200平，看来投资人给你的条件不错。赵总，有事儿。一刀兄，咱俩多久没正经聊过了？上次见面还是那个比赛，你拿了金奖，恭喜！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别把新店开在这条街了，换个位置。你新品牌做起来，全城那么多好地段，何必非要？赵总，你不是说过竞争是正常商业行为吗？一道兄，我是好意，同行不应该这么近，对谁都不好。赵总，当初你让人把我从厨房拖出去的时候，说这家店跟你没关系，现在我在对面开自己的店，你来跟我说对谁都不好。你用我的菜请客，说那是你的知识产权，你举报我，断我的供，刷我的差评，涨我的租，你做了这么多，我有来找过你一次吗？我没去找你，我只是做好我自己的菜，开我自己的店。你觉得这叫对你不好？赵总，回去做好你的菜吧，比赛场上见。赵明远，这一次我不躲你，你在这条街站了5年，
但这条街不姓赵。可以开了。锅是厨师的脸，不能让别人糊弄。程老板，有个客人说找你。方哥，今天怎么不点菜？程老板，今天不是来吃饭的，有个事儿，犹豫了好几天，还是觉得得跟你说一声。你说。我在市食品安全检测中心工作，这个你知道。上个月我们对这片区的餐饮店做了一轮例行抽检，一刀鲜也在范围内。数据我没办法给你看，保密规定，但我可以告诉你结论。他们的3批牛肉标签写的是当日鲜切，但检测出来的指标是冻肉解冻后2次加工的，脂肪氧化值明显偏高，不是鲜肉该有的数据。你确定？我做了15年检测，确定，而且不是一次，是连续3批。日期标签也有问题，生产日期跟供应商出库日期对不上，改过的。程老板，我告诉你这些不是让你去搞他，你们的恩怨是你们的事儿，但那些客人每天在吃，他们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你是做餐饮的，你比任何人都清楚，食材造假意味着什么。如果举报的话，如果有人向市场监管举报，他们会立案调查，我的检测数据会作为支撑材料，但举报人得是你们行业内的人，我作为检测机构的人不合适出面。方哥，让我想想。程老板，你的食材我吃了快1年了，每次来你这儿吃饭我心里踏实，是真踏实。别让那种人毁了这个行业。举报他，所有人都会说我是公报私仇。不举报，那些客人继续吃假东西。师傅，您看看这个。一刀鲜的？冻肉冒充鲜肉，标签日期也是改过的，连续3批。你来问我什么？我想举报他，但我怕，不是怕他，是怕别人说我公报私仇。我跟赵明远的事儿全城都知道了，我这时候举报他，不管我理由是什么，外面的人第一反应都是我在整对手。你在意别人怎么看？不想在意，但确实在意。一刀，我问你一个问题。您说。你是厨子，如果明天有个客人在你的店里吃出了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是供应商给你送了假食材，但客人进了医院，你觉得是供应商的错，还是你的错？是我的错，因为菜是从我的灶上端出去的，我该检查。对，从灶台端出去的东西，厨子要负责。那现在一刀鲜从灶台端出去的东西有问题，但里面的厨子不知道，客人不知道，只有你知道。你知道了，你就有责任。不是为了报仇，不是为了整赵明远，是为了那些端着碗吃饭的人，他们信任那块招牌，他们不该被骗。至于别人怎么看你，一刀，你做了10几年菜了，你的手艺，你的人品，那些吃过你菜的人心里清楚，你用得着跟不了解你的人解释吗？师傅，我明白了。该报就报，用你自己的名字，实名，堂堂正正。
行了行了，回去好好做你的菜，把店撑住，其他的以后再说。去吧，做对的事不丢人。不打电话，明天去窗口，实名，当面交材料，让他们看。程一刀，到你了。你好，什么业务？举报，食品安全问题。该实名吗？实名，因为我做的事不丢人。赵总，出大事了！进来先敲门，我在忙。赵总，市场监管局来电话了，接到举报，明天要检查。举报？什么举报？食品安全，有人反映标签日期有问题。谁举报的？说是实名举报，举报人信息保密。不用猜了，程一刀，你终于出手了。让后厨今晚把库存清一遍，过期的处理掉，明天迎检。可是有些批次已经……我说全部处理，今晚，明白了吗？是。来不及了吗？不，来得及。只要明天检查的时候没有问题，就没有证据。各位辛苦了，我们一直重视食品安全。赵总，我们按程序来，请把近3个月的采购记录、供应商资质、入库出库到账拿出来。去，把资料拿过来。赵总，这批牛肉的入货记录显示本周到货，但供应商那边的出货记录是2个月前出的。中间2个月肉在哪儿？签收人、后厨主管签收日期2个半月前。我们会带几份样品回去检测，现在需要检查你的打印区。旧标签在垃圾桶里，新标签在货上，您怎么解释？这个可能是供应商那边系统录入有误，我们回头跟他们核实。今天的情况我们会正式调查报告，调查结束前保留所有原始记录，不要销毁任何东西，包括里面的打印机和垃圾桶里的东西，我们需要取证。赵总，又怎么了？刚才执法的人上车时，我听到那个领头的跟同事说这家问题不小，光行政处罚不够，回去跟领导商量，看看要不要移送。你确定？听清了，移送2个字，很清楚。这种小事以后自己处理，别总来找我。赵总，检测结果出来了，3批牛肉实际冷冻时间均超过保质期，其中1批超了47天，标签存在明显的2次打印痕迹，你怎么解释？周科长，这个是后厨管理不到位，个别员工操作失误，我已经做了处理。调查过程中，我们接到了一份补充举报材料，商标相关的。这是一刀鲜商标的注册信息，申请日期是2020年4月2日，申请人赵明远。这是举报人提供的原始设计稿，手绘含 logo 草图，右下角有签名和日期。如果这份设计原稿经鉴定属实，你的商标注册行为涉嫌抢注他人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我们会转交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处理。设计稿的来源和真实性需要鉴定，我的当事人目前不予认可。鉴定程序我们会安排，如果笔迹鉴定和时间节点都成立，加上食安违规，你这个品牌将面临行政处罚和民事侵权诉讼的双重问题。食安处罚、罚款加整改，问题不算太大。但商标抢注，如果对方拿着设计原稿去法院主张权利，赢面多大？不乐观。原稿如果属实，那证据在那儿摆着了。那个设计稿，他怎么还留着？可能他一直留着，就等这一天。当初我只是想把他踢走，让他安安静静消失，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了？赵总，网上有人在传一刀鲜被查食材有问题，开始刷差评了。这次是真的差评，还有人说一刀鲜的名字根本不是你起的。
那个赵明远也来了，他会做菜吗？规则要求创始人亲自下场，他不来就得弃权。那他看就知道了。本届省赛主题初心，请用一道菜表达你做餐饮的初心，时间90分钟。有一定基础，但火候把控还需要精进。省赛做一碗面，这也太简单了吧！上次试菜他也做面，这次又来，评委会不会觉得他没别的了？别人都做硬菜大菜，他就端一碗清汤面上去，是不是太不把省赛当回事了？面就这，省赛做阳春面是不是飘了？感觉要翻车。这碗面是我师傅教我的，他叫何德顺，做了一辈子菜，年轻时候也开过店，也被人坑过。后来他放弃了，在家给老伴儿做了30年饭。我师傅说过一句话，厨子嘛，灶前站着就是王。今天我站在这里，这碗面是替他站的，替所有被抢走厨房的厨子，把厂子找回来。这碗面不只是好吃，它有重量。封神阳春面 YYDS。3等奖8号选手李国强，11号选手周海明。2等奖5号选手张伟东。金奖！本届省级餐饮技能大赛中式烹饪组金奖得主程一刀，锅气品牌创始人。这个奖是我师傅教我的那碗面挣来的，谢谢他。还有夜市上那些帮过我的人，借我锅的，帮我搬菜的，凌晨4点陪我去批发市场的，没有他们我站不到这里，谢谢。这个奖是我师傅教我的那碗面挣来的，老头子，谢谢他。这小子非要在电视上说这种话，你不高兴吗？高兴，比我自己拿奖还高兴。还有夜市上那些帮过我的人，听到没有？他说我们了，他在电视上说我们了。这孩子出息了。冠军！我们夜市出冠军了！食品安全违规，虚假标注生产日期，罚款人民币20万元，责令停业整改。这不是那个一刀鲜吗？火了好几年了，出什么事了？食材造假呗，标记改日期。怪不得最近味道越来越差了。我上个月还在这儿吃了一次。对，关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重新开，老板也联系不上，工资还欠着2个月呢。鉴于情节严重，责令吊销食品经营许可证。 5年
从3张桌子到30张桌子，从一家店到准备开连锁，全没了。造假被抓了，活该！以前去吃还那么贵，原来都是假的。陈总，经查，您旗下的中央厨房新达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向包括一刀鲜在内的7家门店供应肉类食材，其中5家门店的抽检样品存在以次充好、日期造假的问题，涉及消费者超过3万人次，涉案金额初步估算超过200万。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9条，涉嫌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我们需要您配合调查。我的当事人积极配合，但我们需要了解，目前是正式立案还是……已经正式立案了，今天来是做第1次询问，同时需要对公司的财务数据和供应链记录进行调取。我配合，不过我想说明，具体的食材采购操作是下面的人执行的，我作为集团管理者不直接参与。这个我们会查，但集团法人的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是连带的。陈总，这个您的律师应该跟您说过。陈总，外面已经有消息了，本地新闻网发了一条某知名餐饮连锁集团涉嫌食安犯罪被调查，虽然没点名，但评论区已经猜到是咱们了。公关部呢？联系过了，他们说这种形式的案件没法公关，建议低调配合，不要对外发声。30年的生意栽在一批冻肉上。程老板，关于一刀鲜被查封的事儿，网上有人说是你举报的，您能回应一下吗？是我举报的，实名的。有人说您这是公报私仇，毕竟您跟一刀鲜有过纠纷，您怎么看？我是厨子，厨子的规矩是不能让客人吃假东西。不管做这件事的人是谁，是我的对手，是我的朋友，还是陌生人，只要他让客人吃了不该吃的东西，那就是错的。我举报他，不是因为他坑过我，是因为他坑客人，就这么简单。那您对赵明远有什么想说的吗？没有，他的事法律会管，我做好我的菜就行了。这段能用，不用剪。记者走了，你说的那些话，等下上新闻了，全城都知道了。知道就知道，我说的是实话。你不怕有人说你？我要是怕别人说，当初就不会从夜市摆摊开始了。行，我不多嘴了，继续做你的菜吧，外面又有人排队了。老头子，老头子，你起来了没？今天小程的店开业9点半，你腿又不舒服了，要不今天别去了。不去，这辈子就等今天，腿断了我也得去。师傅，今天9点半，我让苏小暖去接您。不用接，我自己打车。师傅，咋啦？紧张啦？有点。紧张什么？你又不是第1次开店了。这次不一样，这次你要来。行了，9点半准到，别迟到就行。你看你高兴的。谁高兴了？就是个开业而已。
别搓了，手都搓红了。师傅还没来。9点20了，他说自己打车来。师傅，您腿怎么了？没事儿，老毛病。走，别让人等。大家好，今天郭气第一家品牌店正式开业。我不太会说场面话，所以就说一件事。今天这块招牌，我想请一个人来接，他叫何德顺，是我师傅，教了我所有，不只是做菜。当初我被人踢出去的时候，师傅给了我1碗面、1把刀、1句话，就靠这3样东西，我走到了今天。师傅，这家店也是您的。值了。好啊！赢了，赢了。他们的合同条款版权不能无条件归公司，法院认定合同部分条款无效，你自由了。1年半，从被骂没流量到被威胁删视频，到被起诉50万，现在自由了，赢了，50万1分不用赔。那庆祝一下。怎么庆祝？我就知道，你的庆祝方式永远只有一种。不够的话，再加碗。程一刀，我想正式跟你提一件事。我想加入国企，是以合伙人的身份，负责品牌内容和营销，正式的，签合同的那种。合同你看清楚了？这次我逐条看过，而且我自己就带律师。合伙愉快。合伙愉快。我不太会说场面话，所以我就做一道菜吧，这比我说什么都管用。这碗面是我做的第一道菜，也是我摆夜市时的第一道菜，也是比赛时做的菜，从头到尾就是这碗面。我想了很久，答案就是做好这碗面，不贵，但真。第一碗，给你。程一刀，你除了做面就不会别的了吗？不会。亲一个！以后每天都给你做，你不嫌就行。吃一辈子都不腻。今天的探店视频数据出来了，又爆了！
您的招牌骨汤面，请慢用。你家的面太好吃了，谢谢款待。早点下班吧，老板。谢谢。还没走？再坐会儿。给我也来一碗。